他对我很客气，但是我看他总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，而且常常有3、5个酒肉朋友跟着他。有时候他邀我嫖堂子，我总是推脱不去。记得有一次是中秋节前一天，他很早就派人送来一张请客条子，还打来一个电话说，今晚我请客，你非到不可，届时我介绍几个重要的朋友给你认识。我当时回答说，好，好，好。到了群玉芳一家堂子，只见仪式之中尽是莺莺燕燕，既没有打牌，又不见有什么贵宾，只见他躺在烟榻上抽大烟，一见我到来，就叫我也躺下来香2桶。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自备的烟斗，十分精致。我虽像不吸鸦片，但是一看这个烟斗，就知道是瓷斗。所谓瓷斗，斗上的口子是凹陷进去的，因为我早年服侍过几位吸鸦片的老师，知道瓷斗的好处是容量大，吸起来又轻松耐吸。他就把瓷斗装在烟枪上，抽了一个烟泡，但是吸不了几口，烟泡就脱落了。他心有不义，只怪老板娘的烟膏收的不好。我在旁边插嘴说，这不是烟膏收的不好，而是用的川土，收膏时膏少灰多。他听了这几句话，竟然哈哈大笑说，你竟然也懂得吃鸦片的道理。接着我就说，我不仅懂烟膏的成分，而且还会在瓷斗上装烟。他听了更是得意，好，请你装1桶，试试你的功夫。我就很迅速地装了一个红枣般大的烟泡。他见到我的手法娴熟，大为惊奇地说，瓷斗装烟，没有3、5年经验是装不上的。你不吸烟而能装烟，真出人意外。我说，我从前服侍姚公鹤老师，他就是用瓷斗的，所以我有此一手。他大为得意。正在谈笑风生时，堂子中的保姆前来百般奉承。他忽然很轻松地说，中秋的结账，你们结算清楚了没有？那保姆说，慢慢叫好哉，急点啥？实际上中秋一定要结账的。他指着保姆说，这笔账你明天到陈医生处去收好了。我迫于形势，实在不便说什么推脱的话，只是苦笑。原来他邀我的目的就是如此。按从前堂子里的规矩，保姆除了请客买票收到一些现钱之外，从不当众收钱的。这一晚我回家倒担起心来了，不知道他这一节要付多少钱。等到次日堂子里的乡帮来收账，一节共计600余元，我既默许在先，只能设法应付。但是只隔了1天，盛文仪就来了，说这次中秋真是窘极了，昨天要不是你解围，我便要大失面子了。我只是笑笑而已，但不到10天，他又来把钱还清了。这一时期，我看盛文仪的经济情况，常是靠东拉西扯来度日，既没有正当职业，当然没有固定的收入。虽然是姓盛，但是与盛老四、盛老七及一切门中的人相比，简直是望尘莫及。不过有时在谈话中，他常常会说出许多近乎幻想的话，要办这个，要办那个，每一个计划都是大而无当之谈。他说要开赌台，又说要犯私盐，一定要赚3、500万才能发挥他的天才。我觉得他只是痴人说梦，是说得出而做不到的空言而已。这些都是民国17年1928年到19年1930年间的事情，可以说是我和盛文仪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个时期。多年不见飞黄腾达，民国19年1930年底，
我和他在湖南菜馆良缘吃了饭之后，他拉着我要上燕子窝去抽鸦片。我说到处可以陪你，唯有燕子窝我是不去的。于是他就一个人去了，从此就和他没有见过面了。抗战开始之后，我担任了仁济善堂的董事。仁济善堂是上海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，产业之大，和此间的东华三院差不多，收到的房租都拨作慈善用途。开战之后，房租大部分收不到，善堂的开支大为拮据。忽然有人说，这个仁济善堂要办不下去了，现在出现了一个弘济善堂。听说这个善堂徒有其名，实际上是日本人做后台，包销7省鸦片，财富多得了不得。几位董事听了皱起眉来，认为善堂原是行善的，现在竟被人利用这名义来毒害同胞，大家愤恨非常。当时就有人说，主持这个善堂的是盛世后裔，叫盛佑安。究竟盛佑安是谁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心中知道，这就是人称盛老三的盛文仪。一天，我在诊病时间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声音很熟。他说：“仁兄，多年不见了，我是佑安。”我听不清楚，就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接着便说：“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吗？我就是盛文仪。”因为常州话文仪2字咬音不准确，我还是听不清。最后他说了是盛老三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接着说：“啊，老朋友老朋友，有什么事情见教？”他说：“6点钟开车子来接你，有重要的事和你谈，总之对你是有利的。”到了6点钟，只见有个人拿了盛文仪的名片来，说有车子在外面恭候。我一看来人面孔很熟，就问他：“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？”他说：“陈先生，你怎么不认识我？我是盛先生的老朋友阿吴，绰号跟屁头小吴。”我才明白，他原是当年常常跟在盛文仪后面的酒肉朋友之一，不免大家拉拉手，他就要我上车。一出慈安里门口，见到停着一辆又长又大的房车，牌子是派克，扯着一面太阳旗，车中前排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，旁边坐着一个穿草绿色军服的日本宪兵。我见到这个情形就不肯登车。阿吴说：“老盛现在蹿起了，对你很有好感，你尽管去，对你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”我被他半拖半拉的登上车，车子一开，直驱北四川路桥。我想这事情就大了，因为中国人过桥一定要下车向岗位上的宪兵做90度鞠躬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的。岂知这辆车子行得很快，车中人不但不要下车，那站岗的宪兵反而对车中人持枪行军礼。这么一来，我更惊骇起来。阿武说：“现在我们就是到弘济善堂去，一会儿就到了。”